各位，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可能会让你怀疑耳朵的故事。这事儿听起来太像是个编造的童话了，但它偏偏就是真的，而且就发生在这个地球上，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。你知道吗？在遥远的南美洲有这么一个小国，几十年前它穷到了什么地步？那是真正的绝望之地，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，街上的孩子光着脚在泥水里跑，眼神里那种空洞，看一眼都能让你心碎。那时候那里的平均寿命只有40多岁，你敢信吗？40多岁啊，人生才刚过半就没了，医院里连最基础的阿司匹林都没有，生了病只能硬扛，扛不过去就等死。就是这么一个被世界遗忘，被断定彻底没救了的地方，却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上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逆袭。现在它是整个拉丁美洲最让人羡慕的乐土，人均 GDP 吊打周边邻居，治安好到你晚上10点出门散步都不用回头看，教育、医疗全都是顶尖水平。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谁把这个烂摊子变成了黄金屋？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。我先不说是哪个国家，留个悬念，但我得告诉你们，这个奇迹的幕后推手不是什么拥有无限资源的超级大国，也不是什么挥金如土的石油土豪，而是一个同样在国际上处处碰壁，甚至连个联合国席位都没有的孤岛台湾。是的，你们没听错，就是台湾。这事儿是不是听着特别魔幻？一个自己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地方，是怎么把另一个半死不活的国家给拉扯大的？这背后的故事比任何好莱坞大片都要精彩，也比任何教科书都要深刻。把时钟拨回到50年前，我们去那个南美小国看一眼，那时候的它简直就是人间炼狱，被夹在几个大国中间，要资源没资源，要技术没技术，土地贫瘠得连草都长不齐。人们住的是什么？那是用烂木板和生锈铁皮随意搭起来的棚子，外面下大雨，屋里下小雨，风一吹，感觉房子随时要散架。那时候的政府跟瘫痪没两样，贪官污吏横行霸道，就知道往自己兜里揣钱，哪管老百姓死活。当时有个老奶奶接受采访，那个画面我到现在都忘不了。她哭着说，她的3个孩子有2个是因为饿肚子和生病，眼睁睁看着没的，那是怎样一种绝望？你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那时候国际上其实也有援助，但那些所谓的援助，要么是杯水车薪，要么在层层盘剥后，到了老百姓手里连个渣都不剩。就在这个国家快要窒息的时候，台湾来了。朋友们，注意这个时间点，那时候的台湾自己过得也不宽裕啊，也在勒紧裤腰带搞建设，在国际上更是被某个庞然大物挤压得喘不过气。但就是这样的台湾，二话没说，伸出了一只手。这只手没有带着高高在上的傲慢，也没有带着掠夺资源的野心，它带去的是什么？是种子，是技术，是像兄弟一样的情谊。我给你们讲个细节，当时台湾派了一批农业专家过去，按照常规剧本，专家嘛，那都是穿着白衬衫，坐在办公室里指指点点的，对吧？但台湾这帮人不一样，他们到了当地，二话不说，裤腿一卷就下了地。当地有个老农回忆说，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外国人。有个台湾专家为了教他们怎么改良稻种，怎么搞灌溉，在那烂泥地里一泡就是一整天，太阳毒的把皮都晒脱了层，晚上回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老农看着都心疼，问他图啥？那个台湾专家只是憨厚的笑笑，说只要庄稼能长出来，大家都饿不着，这就值了。这句话像一道闪电，击穿了当地人心里那道防线。他们以前见惯了那种趾高气扬的施舍者，却从来没见过愿意跟他们在一个锅里吃饭，一个泥塘里滚爬的朋友。这种信任一旦建立起来，力量是无穷的。慢慢的，奇迹开始发芽了。原本荒芜的土地上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，市场上开始有了新鲜的蔬菜水果，老百姓的饭桌上终于见了荤腥。但台湾做的远不只是让大家吃饱饭这么简单，他们明白一个道理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紧接着医疗队来了，那些台湾医生带着设备，
带着药品钻进了最偏远的山区。有个当地妇女难产大出血，眼看就要一尸两命，是台湾医生连夜赶路，硬是从死神手里把这娘俩给抢了回来。那位妇女后来哭着说，她这辈子都记得那个医生的脸，记得他对她说别怕，有我在时的那个眼神，那不仅仅是救命，那是给了他们作为人的尊严。再后来，学校盖起来了，路修通了，电灯亮了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不是那种面子工程，不是为了拍2张照片回国邀功，而是实实在在为了让这个国家能自己造血。台湾帮他们建立了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，教年轻人技术，教他们怎么管理工厂，怎么做生意。这种全方位的保姆式帮扶在国际援助史上都是罕见的。国际上后来管这叫台湾模式。什么叫台湾模式？就是不搞政治附加条件，不逼你站队，不图你的矿产，就是单纯的希望你好。讲到这儿，我得插一句，我们对比一下，你们看看现在某些号称大国的援助，那是什么吃相？钱是给的痛快，但那是借给你的，利息高的吓人，合同里全是坑。你要是还不起，行啊，港口抵押给我，矿山抵押给我，连你国家的经济命脉都得捏在我手里，那哪里是援助？那分明就是放高利贷的黑社会。那些拿了这种钱的国家，现在哪个不是一地鸡毛？资源被掠夺，环境被污染，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苦。可台湾呢？台湾从来没有要求这个南美小国必须怎么样，从来没有说我给了你钱，你就得听我的。这种干干净净的情谊，在这个充满算计的国际丛林里，简直就是一股清流，珍贵的让人想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台湾模式在这个南美小国身上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，不仅经济起飞了，更重要的是，台湾把一种叫做民主和法治的种子悄悄种进了这片土地。那些去过台湾留学的年轻人，回国后带回来的不仅仅是技术，还有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向往。他们看到了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，警察是保护人的，不是欺负人的，法官是讲法律的，不是看权贵脸色的。这些观念的转变比多少钱都值钱。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，你以为台湾只是给了点钱，盖了几所学校就完事了吗？不，最震撼的改变发生在人的身上。我给你们讲2个具体的人，你们就能明白这种改变有多深刻。在这个南美小国，有个年轻人，我们姑且叫他卡洛斯。卡洛斯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，父母都不识字，按照原本的剧本，他这辈子也就只能在泥地里刨食，或者去大城市当个混混。但是台湾的教育援助项目来了，像一道光照进了他那个破败的小村庄。卡洛斯抓住了机会，拼命读书，后来因为成绩太优异，直接拿到奖学金去了台湾留学。各位想象一下，一个从未走出过大山的穷小子，突然来到了台北。他在那里待了4年，学的不仅是先进的农业技术，更是一次灵魂的洗礼。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道，在台湾，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人的尊严。我也没因为穷被看不起，也没因为肤色被歧视。我的台湾同学带我回家吃饭，把我当亲兄弟。走在街上，陌生人会对我也点头微笑，那种被当人看的感觉让他大受震撼。4年后，他拒绝了高薪工作，毅然回国。他带回去了什么？他把在台湾学到的精细化农业技术搞了个合作社，手把手教乡亲们怎么种高附加值的作物。现在他的合作社养活了上千个家庭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，没有台湾就没有今天的我，也没有这片土地的丰收。还有一个故事，关于一位女医生，她小时候得过一场要命的疾病，当时就是台湾医疗队的医生把她从鬼门关拉回来的。那一刻，一颗种子就在她心里种下了，她发誓要当医生。后来她真的做到了，而且是在台湾受的医学训练。她在台湾不仅学到了怎么拿手术刀，更学到了什么叫医者仁心。回国后，她放弃了大城市的优越生活，一头扎进了最穷的山区。有一次，为了救一个难产孕妇，她在山路上走了整整1夜，脚都磨烂了。别人问她图啥，她说当年台湾医生救我的时候，也没问我图啥，
我只是在做他们交给我的事。这样的故事，在这个国家不是一个两个，而是成千上万个。每一个被改变的个体，都成了一颗火种，最终点燃了整个国家的希望。有了这些新人类，国家的发展就像开了挂一样，教育体系建立起来了，人才源源不断，医疗体系完善了，国民健康有了保障，农业工业都有了自主造血能力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们学到了台湾制度的精髓，让老百姓当家作主。政府开始变得清廉高效，因为老百姓尝到了甜头，知道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制度。到了21世纪初，我们来看一张成绩单，这张成绩单足以让所有看笑话的人闭嘴。这个曾经的赤贫国家，人均 GDP 突破了1万美元，成功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，教育普及率超过 95%， 新生儿死亡率降到了发达国家水平，平均寿命直接干到了75岁以上。更神的是什么？是治安。各位都知道拉丁美洲是什么地方吧？那是毒枭的老巢，黑帮的天堂。在很多邻国，晚上出门就是玩命，枪声比鞭炮声还勤。但是在我们说的这个小国，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它的谋杀率是整个拉美最低的，街头犯罪少得可怜。晚上10点钟，你能看到大妈在广场跳舞，情侣在街边喝咖啡，那种岁月静好的安全感，在那个动荡的大陆简直就是个奇迹。为什么？因为老百姓有工作，有尊严，有希望，政府不贪污，不瞎折腾，谁吃饱了撑的去犯罪，这就是台湾模式最硬核的证明。不仅仅是钱袋子鼓了，更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飞跃。这时候我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另一个方向，做一个残酷的对比，看看那些紧抱某大国大腿的难兄难弟们现在过得怎么样。远的不说，就看那个委内瑞拉，曾经富得流油的南美明珠，信了那套反美斗士加威权崇拜的邪。结果呢，现在通货膨胀到了让货币变废纸的程度，老百姓饿得去翻垃圾桶，几百万人逃难。再看看非洲那些接受了某大国慷慨援助的国家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多了几条铁路，几个体育馆，但实际上呢，国家背了一屁股债，几代人都还不起，港口被租走了99年，相当于变相割地，重要资源全被控制，连环境都被污染得一塌糊涂。这种差别简直是云泥之别。台湾的援助是把你扶上马，送你一程，让你自己能跑。某大国的援助是给你一副拐杖，但这拐杖是铁做的，重得要死，最后你不仅跑不起来，还得为了用这拐杖把自家房子抵押给他。这不是我在瞎编，这是血淋淋的事实。你去问问那些陷入债务陷阱的国家，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都在上街抗议？是不是在哭诉政府把国家卖了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？归根结底是出发点不同。台湾为什么愿意这么做？因为台湾自己也淋过雨，所以想给别人撑把伞。台湾的文化里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温良恭俭让，有一种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同理心。这种价值观是某大国那套只讲拳头和利益的逻辑永远无法理解的。某大国的官员去援建，住的是5星级酒店，吃的是特供，出门前呼后拥，向皇帝出巡。他们哪有心思去管当地老百姓的死活？他们要的是面子工程，是回去邀功的政绩。而台湾的志愿者是真正在当地扎根，同吃同住，把心交出去的。心不一样，结果能一样吗？现在这个南美小国已经成了整个区域的灯塔，周围邻国的老百姓眼巴巴地看着，心里都在问：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？这种羡慕正在转化成一种力量，一种渴望改变，渴望拥抱真正文明的力量。但这也正是某大国最害怕的，因为这个成功的样本就像一面照妖镜，照出了某大国那套模式的虚伪和丑陋。如果大家都知道跟台湾交朋友能真富强、真民主、真幸福，那谁还去听某大国的忽悠？所以他们急了，他们开始疯狂打压，挥舞着支票簿去挖墙角，威胁利诱别人跟台湾断交。但是朋友们，真相是掩盖不住的，人心也是收买不了的。面对某些大国的金钱诱惑和政治施压，这个小国到底是怎么选的？他们的总统
在一次国际会议上，当着全世界代表的面，说了这么一段掷地有声的话。哪怕是现在复述，我都能感到一股电流从脊梁骨窜上来。当时有人问他，那个大国愿意给你们几十亿，修铁路、盖港口，只要你们跟台湾断交，你们守着那个小岛能有什么前途？为什么不拿钱走人？这位总统停顿了一下，扫视全场，然后缓缓说道，我的回答很简单，钱很重要，但尊严更重要。全场一片死寂。他接着说，在我们最无助、最绝望的时候，是台湾伸出了手。他们没有把我们当乞丐，也没有把我们当棋子，而是把我们当成平等的朋友。那份雪中送炭的情谊，那份把人当人的尊重，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我们绝不会为了利益去背叛那些真心帮助过我们的恩人。话音刚落，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，经久不息。很多在场的代表眼眶都红了。那一刻，所有人心里都亮堂了。原来，在这个充满算计的国际大染缸里，真的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道义，真的还有一种关系叫做肝胆相照。但是这里我要划个重点，你们觉不觉得奇怪？这么感人，这么硬气，这么能给人类文明长脸的故事，为什么你在主流的大媒体上几乎看不到？打开电视，翻开报纸，全是某些大国的宏大叙事，全是他们又援助了谁谁谁。为什么？答案很残酷，也很简单，因为有人不希望你看到。那些大媒体要么被资本渗透，要么怕得罪金主，他们选择了沉默。因为这个故事一旦传开，某些大国那套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霸权逻辑就会显得特别丑陋，特别掉价。他们怕世界发现，原来不靠威胁，不靠撒币，只靠真诚和善意也能赢得真正的铁哥们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花这么多口舌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。我不是在讲政治，我是在讲良心，讲真相。我知道肯定会有杠精跳出来说，哎呀，你这是在美化台湾，你这是有政治目的，你是不是收钱了？我想对这些人说，收起你们那套阴谋论吧。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，为什么一个在国际上处处被打压、被孤立的小小台湾能做出这样伟大的事情，而一个号称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庞然大物，它的援助却走到哪儿被骂到哪儿。这个鲜明的对比本身就是最响亮的答案，不是吗？台湾用几十年的时间，用几代人的汗水证明了一件事，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在于你的导弹有多少，不在于你的嗓门有多大，而在于你能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暖，能不能赢得别人的真心尊重。这种力量叫软实力，叫道德光辉，这是任何军队都打不下来，任何金钱都买不走的。这个南美小国哥斯达黎加，虽然最后有些政治变动，但这几十年的情谊与发展模式是不可抹杀的历史事实，以及千千万万受过台湾帮助的人就是最好的见证。他们告诉世界，善良不是软弱，它是一种最坚韧的力量。如果你也被这个故事打动了，如果你也为你脚下这块土地曾经做过的、正在做着的善行感到骄傲，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。点赞是对真相的支持，转发是让善意传递下去。我们不能让这些美好的故事被谎言掩埋，不能让那些真心付出的人被遗忘。台湾的好，世界需要知道；台湾的善，值得被看见。